你好，我是有为，今天来开箱多肉魔法糖的乌木组合包。这是我第一次买他们家的多肉，没想到我第一次就选了最难种的乌木啊！下单的时间是今年的2月27，那到货的时间是4月7号。进口的多肉脸书社团，因为都是预购的，到货的时间会写在标题，你不能等待的朋友，你就不要下单啦。多肉魔法糖有很多的付款方式可以选择。那你也可以超商取货，请看到这里的大家衡量自己的经济能力，下单又弃标不道德的一件事哦。漂亮的东西不一定要拥有，可以多来看我的影片就好了。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吧。这次买的乌木组合包160块有7颗，好划算呐！但需要额外运费哦。因为是组合包，所以不会给花牌。影片的后半呢，我也会来跟大家分享我有的东云系列以及种植它们的心得。收到进口植株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早点打开检查，避免它们徒长，所以不要懒惰，收到就要赶快打开。它们的个头都不小每一颗都有10元大小那么大，有一些根系冒好了。不过也有这个看起来不是太理想的，还能接受啦。这样呢，总共有7颗，还有1颗赠品。种的部分我就没有拍到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种下去2个礼拜以后的样子。这些是根系比较慢的，根系长比较多的那些都已经抓住土了。在1周后的现在，刚好遇到降温的天气，气温大概是夜温23度，多肉会比较容易生长。你还记得一开始那颗状态不好的吗？经过3周的时间，应该是被虫咬了啦，可能是蓟麻吧。因为旁边种菜的关系，其实有一些蓟麻，叶子会变形，然后根也没有什么发展。接着在1个礼拜，就是5月17号，我们来看看它们的状况。除了原本的那个状况不好，其他颗看起来蛮好的，只有几个长得比较慢，还没有抓稳盆土而已。那就接下来来聊一下，说我认知里面的东云系列。东云系列里面有一支分支就是乌木类，所以有的人会说东云乌木连在一起讲，那我也会把它们在一起讲，因为我觉得要注意的地方呢其实是一样的。这个系列如果你是上网搜寻的资料其实很少。东云也是拟石莲花属的一种，它的学名叫 Actobarium 是龙舌兰的意思，也就是形态像龙舌兰一样，叶尖尖尖的。但它的叶子呢是非常肥厚的。我们知道的多肉植物都是透过叶子储水，所以如果夏天的时候露养大淋雨，太多的水分，它会把叶子里面的细胞膜全部都撑爆，撑破它的细胞壁。那东云系列就非常容易生黑腐病或者是叶子果冻化水，其中里面呢算是乌木类最容易这样。这边就简单的带大家辨认一下东云系列，也有可能会分错，因为有一些比较在地的园艺店是不会有花牌的。首先最简单的就是红边，只要有滚这种红边的，大部分也都是啦。它有分红叶、红尖、红边，然后甚至会显色一点到黑边，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多肉，而且可能没那么好养。另外就是叶子的钻石感光泽，如果已经养了一阵子的这些东云系列的多肉，它会有薄薄的粉，然后还有钻石感的光泽，那个是光线跟叶子里面水分折射的关系，我觉得这样超美超好看。再来啊，尖尖的叶形，因为它的学名呢是形似龙舌兰的，所以这种尖尖的类型像是月光石、桃太郎、蓝龙系列，有大部分都是它的交种。那这个是东云吗？这一颗呢叫萤火，有一点东云系列跟花丽的样子，
可以看得清楚吗？我们如果拿月光石来看的话，它的叶子比较没有亮亮的钻石感，感觉比较偏向花丽。然后是比较容易种植的冬云，这个是我在普通的园艺店买的。冬云系列即使是市场肉等级呢，也是不能大量淋雨的。可以看到它叶尖有一点点的红色，这一颗在冬天呢会变成红色的叶尖，样子也有一点像圣诞冬云。这一颗是努朵福，它也有名字叫鲁道夫，查不太到资讯。不过我种植1年的心得就是它大淋雨也是不行的哦。然后是宝丽安娜，这一颗是在涵肉社团买的，之前它差一点就烂掉，因为太多雨了。那在去年的台风之前就已经要烂掉了，所以我把它切掉以后放在安全的地方，躲过了台风。现在终于养回来了。红红的边这个应该也是跟花丽交种的关系，它是1年4季都能红彤彤的一颗，蛮好养的。接下来是比较难养的乌木类，这一颗是红颜蜜语，叶子有亮亮的钻石感，形态也是刺刺的。我前年买了2颗，去年台风的时候呢挂了1颗，这一颗还在，还算是好养哦。然后是情人玫瑰或者黑皇后，那这个就还蛮有趣啦。同样的交配室，然后同样的果荚，种出来的种子，它的形态就都不会一样。所以同一种多肉，因为形态不同，有不同的名字。就要自己好好的观察形态，那你才会有更好的这些玩赏多肉的体验。毕竟你知道的，商人嘛。然后这颗呢是无名的多肉，但看了这么多冬云系列的样子，你是不是也有一点概念呢？这一颗是褪色了的野马冬云，也有名字叫努布拉。夏天褪色了，也太绿了吧这颗。那它本身呢就是群生种，听说相对也算是好种啦。今年也一起来试看看能不能度夏。然后是篝火，它有一个名字也叫焰火。我觉得是这一整个冬云系列最容易搞不清楚谁是谁的。大家看，我有3颗不同颜色，这一颗是去年预购含肉的，种不到1年；这一颗是种了快2年的。但因为去年台风的关系，所以它重来。目前它吃太好了，所以太绿太大颗。这一颗呢是去采艺带回来的，我没有换盆，所以它的样子都不同。不过都是同一颗，叫做篝火。不久预购含肉应该会变成第2颗的样子。然后是香槟，香槟是冬云跟雪莲的交种，所以叶子像雪莲，植株的表现方式呢就有一点点像冬云，像是温差很大，会有血斑。那香槟呢也有很多名字，跟前面的情人玫瑰、黑皇后一样，它都是同一个交配室出来的，每一个个体都不太一样，非常有趣哦。然后是我今年才买的罗密欧，它是原生种乌木的变异。我查到的资讯呢是在德国的栽培温室变异的，气候的关系，在台湾并不好种。但我总觉得它跟褪色一点的红颜蜜语好像哦。不过叶间的确有乌木类特有的这种红边，一点点啦。今年就一起养看看吧。我知道大家快要脸盲了，我也是。但是我还有黑曜石，它又叫米拉，是很好养的冬云种交种，夏天也不怕。它现在这么小，也是因为去年台风吹倒了重来的结果。还有它的叶子也是会有这种亮亮的钻石感哦。最后我就用跟桃太郎蛮像的蓝龙结束这一个冬云系列的介绍。总结就是呢，冬云系列要尽量遮雨，不要大雨喝到饱，选一些已经在台湾市场呢流通很久的系列，不同人养也会有不同的美丽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因为资讯都是自己整理自己念，有错误的地方麻烦留言告诉我，如果帮上你的地方那就太好了。我是尤维，拜拜。